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最普遍，但同时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态危机，叫做栖地破碎化。听起来好像很学术，对吧？但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我们人类的各种开发，不管是盖公路、盖城市，还是开垦农田，把原本一大片很完整的自然环境切割成一块一块互不相连的孤岛。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地图上不就多了几条线吗？但这个切割的动作，其实正在对地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一道我们肉眼看不见却不断在流血的巨大伤口。OK， 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这张图真的超震撼，可以让你秒懂什么是栖地破碎化。这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一片森林在100多年间的变化。你看左上角，1831年，当时的森林是一整片完整连续的绿色地毯，非常健康。但接下来重点来了哦，随着欧洲移民开始涌入，为了要有地方住，有田可以耕种，他们就开始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你看哦，才过了大概50年，到了1882年，森林已经被挖掉一大块，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缺口。再过20年，到1902年，就只剩下几个比较大的绿色区块，彼此之间基本上已经不相连了。然后你再看到右下角，1950年，哇，原本那片广大的森林已经被道路啊、农田啊、各种聚落切割成数都数不完的微小的孤立的绿色小岛。你看看这个变化，短短100多年，一片完整的大陆就变成了一盘散沙。这整个过程就是栖地破碎化最血淋淋的写照。而且你要知道，这不只是发生在威斯康星，这根本就是过去200年来全世界都在上演的剧本。这个数字真的非常惊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吓了一大跳。根据统计，今天全世界现存的森林里，有高达70%都位在距离森林边缘不到1公里的范围内。这是什么概念啊？就代表那种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可以让你走好几天都走不出去的很原始很核心的那种野外，其实正在快速消失。这就像是我们以为玉山国家公园很大很完整，对吧？但实际上可能大部分的区域都离公路或是人为干扰的区域没有很远。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就是大部分的森林都变成了边缘地带，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光害、噪音、外来种入侵，甚至是农药飘散的干扰。那个最珍贵、最宁静的森林之心，正在被一点一滴的蚕食。所以，一个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变成一座被人类开发地景包围的孤立岛屿，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听起来好像只是个比喻，但这背后的科学真的就是从研究海上的岛屿开始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来自一个一开始跟陆地森林完全无关的理论。我们继续看下去，来了解这个理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理论叫做岛屿生物地力学，是由2位生态学界的大神麦克阿瑟和威尔逊提出来的。他们的核心问题很简单，是什么决定了一座岛屿上面到底可以有多少种生物？他们发现这个数量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这就像你开家店，对吧？新物种透过飞行、游泳或是搭着浮木漂流过来的速度，就像是新客人上门的速度；而岛上现有的物种因为竞争、天灾或是单纯运气不好而灭绝的速度，就像是旧客人离开的速度。最后，岛上的物种总数就是这2股力量拉锯下的结果。而他们发现一个非常简单但超级重要的规则：岛屿越大，物种就越多；岛屿离大陆越近，物种也越多。这听起来好像是常识，但在生态学上，把这个现象量化，并且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这在当时是一大突破。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解开谜团的关键线索。科学家去比较了2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岛屿。左边是大陆岛，像是千里达，它在冰河时期其实是跟南美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海平面上升才被隔开来。右边是海洋岛，像是夏威夷，它是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从头到尾就没跟任何大陆连过。结果发现，同样大小的岛，大陆岛的物种数量远远比海洋岛多。这就暗示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
当一块土地从大陆上被切断之后，它并不会马上物种就大量消失，而是会开始一个非常漫长的物种流失过程，生态学家称之为生态系统衰减。这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杯子，你把它从水龙头底下移开，然后在杯底戳一个小洞，里面的水不会瞬间流光，而是会慢慢的一点一滴地流掉，直到剩下一个比较低的水位。这个发现让当时的保育科学家们突然冒出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问题。我们人类为了发展，砍伐森林，开辟农田，把原本连续的71地切开，留下来了那些我们以为很安全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会不会就跟这些大陆岛一样？它们虽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因为被周遭的人类活动给孤立了，里面的物种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经历着这个缓慢的生态系统衰减，一个一个地悄无声息地走向灭绝。我们设立保护区，会不会只是打造一个华丽的生态坟墓？为了解答这个攸关全球保育策略的关键问题，有一位叫做汤马斯·洛夫角伊的科学家，他真的超猛。他决定做一件前无古人后也可能无来者的事。他发起了一个可以说是生态学界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实验之一。他决定，既然我们想知道森林碎片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那不如我们就直接在亚马逊雨林里人为地制造出森林碎片来观察吧。这个计划的魄力真的超乎想象。在1979年，洛夫乔伊博士说服了巴西政府和当地的牧场主。当时巴西法律规定，你在亚马逊地区开发必须要保留50%的森林。洛夫乔伊就跟他们说：“反正你们都要保留一半，那可不可以按照我的设计图来保留？”所以他们就合作，刻意留下1公顷、10公顷、100公顷这些大小不等的森林岛屿，然后把周围的树全部砍光，变成牧场。这个设计最厉害、最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们可以在森林被切割之前，就先进去把里面的生态状况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在切割之后，长期追踪这些森林孤岛的变化，并且跟旁边没被切割的完整森林做对照组。这真的是一个完美控制变音的超级实验。你想想看，要在那个潮湿、蚊虫肆虐的亚马逊雨林里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监测，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资源啊！这真的是一群科学家用他们的生命在做研究。实验开始之后，第一个结果出来，大家都吓了一跳，而且觉得很奇怪。这些被孤立的森林碎片里，鸟类和蝴蝶的数量竟然在初期不减反增，甚至可以说是暴增。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栖地破碎化是好事吗？当然不是。他们深入研究才发现，鸟类数量暴增是因为周围的森林被砍光之后，无家可归的鸟全部涌进了这最后的避难所，这是一种难民效应。而蝴蝶数量增加，则是因为很多蝴蝶其实是喜欢在阳光充足的森林边缘活动，现在整个栖地都变成边缘了，它们的族群当然就大爆发。但这其实是边缘效应的结果。虽然某些喜欢边缘的物种增加了，但也引来了更多的掠食者和寄生虫。对那些原本习惯生活在森林核心、阴暗环境的物种来说，反而是个天大的灾难。所以说，这个初期的荣景完全是一个假象，它只是掩盖了一个更黑暗、更残酷的现实。洛夫乔伊博士后来用了一个非常贴切但也非常悲伤的比喻来形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这些森林碎片里的生物社群就像一块具有放射性的矿物一样，你知道吗？放射性元素会随着时间慢慢衰变，释放能量，最终变成一个更简单、更稳定的状态。他说，这些森林碎片也是一样，它们正在慢慢的流失物种，这个过程就是它们在释放生物多样性，最后衰变成一个物种更少、结构更简单的生态系。这是一个缓慢但持续在发生的生态衰变。所以重点来了，这个伟大的实验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才真正让我们看清楚栖地破碎化的完整样貌。而最终的结果真的非常令人震惊，也证实了当初科学家最坏的猜想。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数据，在一个100公顷的森林碎片里面，不到15年的时间，那些专门生活在森林内部、很怕光的鸟类，有一半的物种都完全消失了。各位，100公顷有多大？大概是4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不算小了吧？
但即便是这样的大小，还是留不住它们。为什么？因为这些鸟，它们的生物本能就是绝对不会飞越开阔、阳光普照的地方。对它们来说，那里充满了老鹰之类的天敌，根本就是死亡地带。所以一旦森林被切割，它们就被永远困在这座岛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首先，小小的族群无法维持基因多样性，很容易近亲繁殖，越来越衰弱。再来，它们赖以为生的特定昆虫或果实，可能因为森林边缘的微气候改变而消失，导致食物链断裂。最后，任何一场小小的疾病或是一场风灾，都可能轻易地把整个族群给消灭掉。这个实验用铁铮铮的事实证明了栖地破碎化就是一台强力的、沉默的物种灭绝制造机。好，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绝望，对吧？感觉好像我们人类的开发对自然就是一种无法挽回的伤害。但其实这就是科学最棒的地方，揭露问题的科学也同时在为我们指引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继续看下去，来看看有什么解方。所以现在问题的核心就变得很清楚了，我们该如何把这些被我们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自然孤岛重新连接起来，让它们变回一片可以互相交流、基因可以互相流动的绿色大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翡翠星球给重新缝补起来？这就需要一门全新的连结科学。好消息是，我们手上已经有很多越来越成熟的工具了。比方说，在破碎的栖息地之间重新种植树木，打造生态廊道，让动物可以安全地从一块栖息移动到另一块。像台湾的国道3号就有特别为了紫斑蝶、石虎、穿山甲等动物设计的通道，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或者在高速公路上建造给动物走的天桥或地下道，在农业上推广可以减少水土流失的免耕法。还有，也是今天后面会特别强调的重点，就是去保护和恢复河岸植被，也就是溪流两岸的那些树木和植物。这张图就完美地展现了这种新的思维模式。我们来看道路建设，传统的高速公路就像一把刀，直接把栖地剖成两半。对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道几乎无法跨越的永久障碍。你看左边，道路一开，旁边就会像鱼骨头一样长出很多小路，造成更大范围的森林破坏。但现在有新的作法，就是右边的高架公路，它的概念不是切穿自然，而是漂浮在自然之上。虽然前期的建造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但它对地面的冲击只有传统道路的 2.5%。动物可以在桥下自由地通行，让整个生态系的连结得以保存。这就是一种从对抗自然转变成与自然共存的工程思维。不过，说到连结，最强大也最简单的工具，其实早就存在我们的地景之中了。我们每天可能都会经过，但却没发现它的潜力，那就是我们的河流与溪涧。我们来看这个对比，这真的非常重要。左边是传统的做法，很多农夫为了最大化耕种面积，会把田开垦到紧贴着河边，1寸土地都不浪费。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赚到了几平方公尺的土地，但结果却是让表土以立方公尺的单位，在下大雨的时候被冲进河里。这其实超级不划算，因为土壤才是农业最珍贵的资产。而右边的解决方案叫做河岸缓冲带，做法真的超级简单，就是刻意在河道两岸留下一条自然的植被带，不去动它。你别小看这条绿带，它就像是天然的野生动物高速公路，可以把整个破碎的景观重新串联起来。同时，它还能抓住土壤，过滤农田流出的农药和肥料，等于是一个免费的天然净水器，保护了我们的饮用水源。对地主来说，短期看似失去了一点点地，但长期来看，其实是保护了自己最重要的资产——土壤。这绝对是经济上更聪明的选择，是一个双赢的策略。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栖地破碎化它不是一个意外，它是我们过去建造世界的方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意间把地球切得支离破碎，但这也意味着，既然这个问题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就有能力去修正它。我们可以透过更聪明的设计、更永续的规划，打造一个连结性更好、更有韧性的未来。所以最后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既然是我们亲手撕裂了这片土地，我们是否也能成为让它再次完整的那一群人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